那我们就来赶快关心一下天下大乱的局势哦，这个比较重要。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东。中东现在那当然染烽火，看起来要往外扩了吗？而欧美是不是也变成一言堂了？如果你胆敢声援巴勒斯坦，好像看起来就会受到某一些压抑跟制裁。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女士哦，她叫做内杰娃阿里哦，她其实是一名这个阿拉伯裔的美国人，她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底下的一个移民局工作，作为一个裁决官啊。重点来了。这2天，他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发了，是 IG 上面发了一些言论和图哦。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巴勒斯坦解放巴勒斯坦以及以色列，我们已经准备好让你垮台了。很清楚，他站队哪里？他站队巴勒斯坦。可是问题是他还有一些反犹太主义的这样的言辞就被人家检举了呀，检举了之后呢，他就被国土安全部调查，并且停职那很多人去爬书他的背景，就说你曾经担任过巴勒斯坦在美国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巴解，在美国的发言人，奇怪了，美国国土安全部门。你没有这个做这个安全许可调查吗？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巴解组织曾经在美国被列为所谓的恐怖组织可是其实很早它就已经不是恐怖组织了。现在全世界有143个主权国家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美国也一样，也在这143个国家里头我们看到巴解组织其实是更倾向以谈判手段来主张独立建国的那跟主张用暴力用武力消灭以色列国的哈马斯其实是不一样的两边也常常有冲突。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他是这个越南裔的美国人，曾经拿到普利兹奖他是小说奖的得主他叫阮月清。他过去呢这个可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他也是在这个媒体上面主张说我挺巴勒斯坦人当然很多人是挺巴勒斯坦人。他说他把这个主张在 social media 上面公布之后，纽约本来有一个犹太组织有邀请他做一个阅读活动主持的一项阅读活动，现在被取消了他们并没有跟我说原因是什么。所以像这样子，美国大学校园里头、学术组织里头有很多方方面面像这样的问题就出来了。你只要公开出来说我支持巴勒斯坦，好啦，你可能就会被取消演讲，取消一些所谓实习机会。我们再来看看呢 ，TVBS 的采访团队也已经抵达了以色列。我们来看看来自我们记者的报道，我们访问到的是以色列的外交部发言人，问他什么呢？问他说：“你看到现在各国有很多挺巴勒斯坦的游行，你怎么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发言人的回应。Actually, I'm disgusted by those protests standing in support with Hamas.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ree Palestine. This is not a time to talk about peace. There is no peace while Hamas is still there. 他回答了2件事情。全世界有很多地方有人出来要挺这个巴勒斯坦，他说那让我觉得很恶心。然后我们记者问他说：“你认为所谓的这个2国方案如何？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他说：“现在不是谈和平的时候。”好，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以色列。他不是讲挺巴勒斯坦，他说挺哈马斯。他说挺哈马斯。对。可是我们记者的问题是，我们记者的问题是，现在挺巴勒斯坦的这些游行，那不等于挺哈马斯他把它解读为挺哈马斯嘛，所以他觉得很恶心嘛。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以色列忙着什么？他3线开战，除了对哈马斯之外，北边的真主党就黎巴嫩的真主党，他也在开战，还有伊朗，他也在跟他有冲突。我们先来看看呢，以色列的军方就说，他这个飞机袭击黎巴嫩2处真主党的据点，要剿灭它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美军在中东有好多地方的基地遇袭很多人也在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现在中东的局势非常的复杂。哈马斯政治局长是他哈尼亚，伊朗的外交部部长叫做艾米拉多拉安这2个人其实晚间有通话，昨天晚上他们讨论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手段阻止以色列来袭击加萨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样的结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不过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是这样讲，他说：“我警告你，以色列跟美国尽快收手，否则中东将面临失控。”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也呛瞎说：“我们跟哈马斯之战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感觉哦，这是一个很血腥的这个所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我们再来看看拜登跟盟国的领袖还有教宗来通话了，商讨的也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中间的战争。除了教宗之外，我们看到他打电话给谁呢？包括法国包括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还有意大利的领导人。那拜登和教宗方济各谈话大概是20分钟聚焦就是我们知道希望能够往和平之路来通达。而另外我们看到布林肯，他基本上也是犹太人嘛。他说，如果美方人员呈加萨的目标战争的目标的话，华府已经准备好回应了。什么意思？我刚刚讲了，中东有很多美军基地，现在都被袭击了，被攻击了，所以他们呢要做什么呢 ？Austin 美国的国防部长说，他们把终端高空防卫系统，还有更多的爱国者防空飞弹派到中东。因应驻中东美军被攻击而且已经对更多的军人下达准备部署的命令看起来中东的局势真的复杂危险一触即发。来，先请教亮哥。那个美国的立场是说以色列有自卫权那这个事实上大家也没有意见。那以色列是哈马斯突袭死了大概1400人。那问题是以色列还击到昨天晚上，巴勒斯坦已经死了4135人，其中700多人是儿童。那请问一下，这样够了没？这样自卫权够了没？因为你的正当性，第一个是说我有自卫权嘛，那你死1400，对方死4135，到昨天还在增加那请问杀多少才够？你不是说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吗？那请问杀多少才够？那第二个，我们就来谈战争嘛。战争他就说他要消灭哈马斯嘛，可是哈马斯可以躲在地道那走掉的人你怎么知道没有哈马斯呢？搞不好哈马斯已经一大堆都到南部去了。那以色列他就说，反正只要还留在北方了，他要全杀啦，我都认定是哈马斯共犯那我们假设啦，留在加萨北部的可能还有10万人，本来是110万，走到只剩下10万人，那这10万人你通通都要杀吗？你的逻辑是这样吗？那这10万人大部分都是平民不是哈马斯真正的哈马斯可能跑了哈马斯的老大现在在卡达你怎么不去抓呢？所以我的意思说，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啦所以你说消灭哈马斯之后，才进入第2阶段。叫清零阶段，有没有零星反抗？然后第3个阶段才要成立政府，成立新政权。那一般估计这个大概要6到8个月了那以色列国防部今天也承认说我们这一仗可能要打3个月不止，我看不止啦。我跟你讲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那这个跟俄乌刚好倒过来嘛，因为是以色列你现在要去打一群平民嘛。所以当然欧洲会有不同意见，那只是说现在是还没开战事实上你还没开战就已经到处都这么多群众上街了伦敦10万人，法国里昂昨天也一堆人很多地方啦，美国也很多城市都有人示威那现在在美国国会外面还在那边静坐示威有2000人我跟你讲，你一开打他们就冲进去国会了啦。上次冲进过一次一定是这样所以你去想。事实上就是这个，你这个时间点看，当然他们是同情以色列，可是如果再打2个礼拜之后呢？其实现在的风向就已经有变。我认为就是这样，已经变了。事实上 CNN 前天公布一个民调，是美国大部分还是挺以色列，可是60岁以上81%，18岁到34岁27%。这个差很大，差很大。所以我跟你讲，现在在街头的都是18岁到34岁。拜登，你要不要看？他们就觉得，对，你自卫反击已经够了吧？已经死了4135人那请问你要杀到哪里啊？没有错。来，请教苑老师，苑老师怎么看？我们做这个评论因为这个是2次大战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问题，我们刻意要做一点预测，而且我也要做一点跟亮哥不一样的看法我认为呢，亮哥呢在里面所谈到的各方面的问题呢，他基本上呢是觉得说一个是强，一个是弱这个是太不成比例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现在讲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大家都可以非常了解，这个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啊，这极其特殊啊。那就是说，这个特殊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啊，我自己这样子判断啊，因为我跟很多的美国人聊天，也做了很多的节目哈。首先第一点的话呢，什么叫做以色列人呢？我坦白跟他讲啊，高级的美国人就是以色列人了。啊，我就这样直接这样讲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以色列人本身呢，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反应啊，都是非常高调。你看巴勒斯坦的所有的部队，包含哈马斯坦的话呢，连那个坐了那个航空翼下去都穿了拖鞋。以色列军装非常帅啊，以色列男兵女兵的军装都非常帅啊。我跟你讲哈，这里面最重要，以色列的第一点的话呢，就是他非常会宣传。非常会宣传。你现在打开 YouTube 看，其他说以色列不好的都不准出现了。对，大部分都是不是看到以色列大兵在祷告，就是看到以色列的女兵在跳舞，要不然就是背着卡宾枪的话呢，他们就做好进城的准备。这场战争还没有开始，但是以色列的军人士气之高昂，以色列准备了40万人，整个加沙地区哈马斯的成员不到2万人。所以说这个根本就是不成比例。以色列要制造这种感觉。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以色列的宣传是非常厉害的啊，而且的话绝对不能够说以色列不好。我要讲一个例子哈，哈佛大学有25个学生团体，具名的方式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华尔街的大佬全部站出来说，叫学校把名单交出来。学校名单迟疑交不出来了，自己搞了一辆车子，把所有人绕了学校境内走，每一个人名在那边说华尔街永不录用。我告诉你，在美国的学费这么贵，如果不是奖学金的话呢？你在美国交了那个学费，然后永不录用华尔街，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我来讲都非常可怕。如果我们在哈佛读书，以色列人做事情就极其高调，他们绝对不用这种想法。然后第三点的话呢，我坦白讲哈，在欧洲，因为我在欧洲住了很长的时间，欧洲人对于欧洲的犹太人一个比较印象负面，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爱以色列，他们要所有其他国家的护照。同时，他们的心就向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这个团结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他们的后备军人只要拿着兵单一到纽约去，马上就有人开支票给你机票送回去。30-40万人的征召，你想想看，我们这边也是一天到晚后备军人要打仗什么的，我们到底有几个人会回来啊？就自己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士气之高昂，纳坦雅胡本身带着他自己这个声名狼藉的不得了的这种总理，就是带着所有的士兵，每天都在讲这种事情。我觉得目前为止的情况会比我们想象中要糟得多得多，因为你刚刚你讲到说，哈马斯跟巴勒斯坦确实很难分呢。对不对？因为我妈妈2个小孩都死，她讲说，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多生几个，那怎么办？哎，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所谓很会宣传，还有这个媒体的讯息的不对称的揭露哦，必须要讲我们有记者，我们 TVBS 的记者已经来到了以色列，全世界大部分的记者也通通集中在以色列这一边。真正能够进去这个加萨走廊的非常少哦，加萨走廊里头内部的情形有多惨，有多可怕哦，这样画面其实很少。第二个是很难在主流媒体被看到，这的确是非常不公平的。来请教彬哥，这个是没办法，本来其实也不只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边的状况是这样，俄乌战争也是一样啊，西方90%也都是站在乌克兰这一带这个立场做报道。俄罗斯那边的报道不是直接被剪掉，就是很模糊的，要不然就轻轻带过，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完全公平的，所以这个就是世界的现实，也很难去讲。只是我觉得美国国土安全部居然里头会有恐怖组织前发言人，他们到底在干嘛？我实在是……可是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恐怖组织了。对，这个女的上过很多官方的职位了，对，也在美国政府上过班。可是他在巴解这个做过事，就他已经不是恐怖组织了。是他是不被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可是说真的，美国据我所知，美国国土安全部其实以前对资格是审定非常严，他们。你甚至远远的沾一点点边，他们都不会。美国政府根本就不准许任何同情巴勒斯坦的观念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奇怪，不知道他怎么弄进去的，还是他本来是线人然后进去了，我不晓得啊。那至于说这个普利兹奖得主挺巴勒斯坦被他停止活动，刚刚好而已啊。因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干啊。刚岳老师也讲啦。我连工作机会都不给你了，我就是要对你赶尽杀绝，他就是要把所有一切同情巴勒斯坦的言论歼灭掉。你看他们刚刚这个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直接就讲这个，
他直接把巴勒斯坦等同于哈马斯。是，其实他就是要创造这样一个观念，他希望你认为现在留下的那些人其实都是哈马斯。他说示威挺巴勒斯坦的人就是等于在挺哈马斯。对啊，他就是要告诉你这个观念。他告诉你这样子。对，实际上也有可能这样的，你把人家逼久了，那没办法啊。是啊，对不对？那其实老实讲，这个跟民进党的做法有什么两样？不是一模一样，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啊。也太极端了。对啊，他现在只要是反对民进党，就是中共同路人，不是完全一样的逻辑方向吗？所以这个都是一样。这世界上当什么东西走到极端的时候，就会变得很类似的东西。那哈马斯其实现在世界上我还真没看到几个人在挺哈马斯的，大家都是觉得巴勒斯坦人真的很可怜，你的报复是不是太过头了？那我觉得以色列其实如果放任他持续这样做下去，我觉得是对美国不利，因为这世界上反扑的声浪会越来越强，拜登恐怕会越来越不好受。所以我认为拜登私底下是希望能够阻止这个形势发展，可是问题是这么多的金主在那个地方，他恐怕是阻止不了。好，我们再来看看澳洲在南半球，他们的总理艾班尼斯已经宣布了，将在下个月11月4号到7号访问中国大陆。他预计跟习近平以及李强会晤哦。那两个国家互示善意。过去7年，我们知道这两国的关系都非常不好哦。那包括呢，这个上一个总理哦，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比较强硬派的、反中派的哦。所以两国的关系哦，已经这个结冻非常久，现在要解冻了吗？有一些征兆。我们先来看看在澳洲部分，10月20号的时候，澳洲宣布了不取消中国大陆的企业蓝桥集团的澳洲子公司对达尔文港的99年港口租约哦，就把这个禁令给取消了。而另外10月22号，大陆的商务部宣布啊，中澳就这个所谓澳洲葡萄酒的关税问题也达成共识了哦。那你也可以看到呢，在早些时候，8月5号，中国还取消了澳洲的大麦关税，9月28号开放澳洲的甘草进口。还有一个指标性的新闻，就是已经被关押超过3年的澳籍华裔记者陈雷还记得他吗？这位主播他被关押3年对不起，超过3年现在被释放了。而中国大陆现在呢有一些对于美国所谓贸易战的反制措施也出来了，包括最新宣布的是对于石墨的限制令。中国管制战略资源石墨，它管制它出口说这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安全。那石墨是什么呢？石墨是制造电动车电池的材料。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墨生产国它供应全球大概有67%的天然石墨。我们看到呢，中国这个禁令出台了之后，日韩的评估是说影响会非常大。韩国政府还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因为南韩有93%的石墨是从中国进口的，日本也是大概有90%的石墨从中国进口。而今年1到9月进口中国石墨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美国、韩国、波兰、日本跟印度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都在想办法来因应，想解决之道。中国大陆呢，我刚刚讲了，对美国连续出拳来做一个反击这个是贸易战的延续。包括今年2月，你看到了他修了139项的规定，互联网、太阳能这些领域要列入管制的范围，然后禁止稀土技术出口。8月是禁止这个钾跟锗出口。12月就是我刚刚说的石墨出口限制开始了。而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苹果的这个 CEO 库克到了北京访问，这是他今年第2次访问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他是为什么到中国大陆去呢？是不是为了 iPhone 15的销售量呢？因为我们看到 iPhone 15系列机型在中国大陆发布之后，前面17天在中国大陆的销量较去年下降10%。而另外呢，一方面华为的手机在中国大陆9月是销售量的第1名。中国移动，中国的国营企业它打算采购120万只的 Mate 60等5款手机把这个华为的手机销售量再冲高一波。而另外我们看到双11在中国大陆非常著名的购物节即将来临了，在网络上面我们看到已经有人把苹果的 iPhone 15的价格往下调了降价800到1000元人民币，大概是3-4千块台币。现在库克
到中国大陆，那当然抢市场，还有包括供应链哦。他说有超过95%的产品我们都在中国制造。组装哦，所以它是在安定人心，还是要保证它的供应链的这个出货顺畅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一些机构数据的显示，2023年第2季度哦，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 iPhone 的最大市场，所以它是抢市比较多，还是说这个供应链它也要把它稳住？到底为哪装？我们先来问问看两个。这个 iPhone 15在大陆卖的不好。我觉得有3种原因啊。第一个是它刚好撞到了 Mate 60 Pro，那这个都是高阶手机嘛。那中国大陆好不容易看到华为出高阶手机，爱国心一来就大喷发，就先去买 Mate 60 Pro 啊。还有第二个啦，事实上 iPhone 15也要怪自己啦，因为它跟 iPhone 14的创新很少啊，而且人家也预期明年就要出 iPhone 16啊。那听说 iPhone 16会是一个大改版，那我这样干嘛买 iPhone 15？那还有第3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担心你有部分是在印度制造啊。我这个就是在疫情期间，我有一些朋友在广东就买到印度制造的 iPhone 啊。他们有人说过热，就是有，反正就是品质不好啦啊。那这个。库克跑来中国说保证95%在中国制造，这个不是伤透了印度的心吗？对啊，这太好笑了。对啊，这个他本来在印度大概占比大概只有5到6%，可是他到印度都一直在吹牛嘛，说印度未来的占比要到20%，那人家当然就会去怀疑啊，说我现在 iPhone 是不是都会买到印度制造啊？那印度制造就是至少在国际上还没有建立品牌嘛。所以人家当然会怕啊。这个中国大陆管制石墨出口事实上是美国逼出来的，因为你干嘛去突然限制英伟达，就是 NVIDIA A800跟 H800的晶片出口？这个实在是很莫名其妙因为中国大陆 H100他买不到，他就认了啊。那 A100人家华为也做出来了，那 那个他就说我弄个 A800 H800啊，那我。这个黄仁勋呢，他也想他要赚这个钱嘛，因为 NVIDIA 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也有20几%，结果美国商务部就突然又给人家禁了，而且不止这个了哈。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有点火大了，说你不是何立峰就要去美国了吗？那你出这一招干嘛？那他已经有一些反国家这个管制法律都出来了，他一定要做反击啊。所以就出来了，表示人家工具箱里面早就有牌了嘛，只是等你，是啊，等你攻击我就出手，是啊，对，就是这样啊，而且石墨比加根锗还要严重，因为它关联的产品更多，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真的，我认为拜登真的是，最近光是去关心那个小祖宗以色列，大概别的议题他都没心了啦。我讲爸爸，你变成祖宗了。小祖宗啊，就是他，我要加个小字，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心。你到底要不要见习近平啊？习近平是下个月18号，对 ，iPad。那你何立峰要先去，接下来王毅还要去，你现在时间来得及吗？今天23了，所以我觉得拜登真的是有点乱了套。因为你真的要限制那个 AI 晶片的出口，你可以明年1月再宣布啊。对啊，你急什么？何必呢？在这个节骨眼。是啊，就是这样啊。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持续来关注澳洲跟中国大陆，现在他们要解冻了吗？看起来艾班尼斯下个月要来访问中国大陆了，会有什么样的新发展呢？请教苑老师。对，我觉得澳洲在历经了7年的跟中国关系不好以后，所有的酒啊、铁矿啊、什么大麦啊、龙虾呀、什么的话呢，都遭遇到很大的输售的压力，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那另外的话呢，它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澳洲，我在相信这个改革开放时间移民澳洲人搞不好超过移民美国的人，有非常多的本来是有非常好的
往来的关系。但是澳洲前面那个总理叫莫里森莫里森的话呢，他基本上是完全听美国的话，然后呢就是反华啊，然后做任何事情的话，美国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而我觉得这里头当中，我觉得阿尔巴尼斯因为他本身呢是属于工党，也基本上是社会党，这个社会党呢比较了解大陆很多做法。那莫里森的话，他比较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牵涉到了这么一点点意识形态的认知。阿尔巴尼斯从上台的第一天开始就表示他要访华。他现在到了11月7号已经完成这个心愿了，那也是非常重要。这里面的话呢，所有产生的影响当中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澳洲明显的是为了要找寻的市场，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迹象，就是说，澳洲目前的所有的做法都是受到美国准许的，所以可以感觉到说中美之间的话呢，因为刚刚提到 APEC 的话呢，拜登的话，一方面的话呢打压，另一方面想要见面要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陈雷的事情我必须坦白讲，陈雷的事情的话呢，第一个他判的刑期并不长。2年多他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合起来3年，他判的刑期并不长，相较于所有在大陆针对于奸谍案判的话，我看连1/10都不到。对这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陈雷本身是央视的里头，原来非常受到重视。我仔细一看，陈雷又没有说是特别显眼，为什么这么受到重视呢？澳洲的保荐就是推荐的荐所以就这种情况。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陈雷回去到澳洲还是依然非常高调，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对于大陆现在的氛围当中出现了一个间谍，然后又是这么的情况极为特殊，我觉得大陆本身也给足了澳洲面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另外的话呢，有关于刚刚提到了说是这个 iPhone 15是不是在印度做的？我为什么一直在笑呢？因为亮哥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忌讳，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话有生产不同的文化有的话呢是增加了很多咖喱味有的增加了豆浆味什么的，这个是不能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这么一点点，就是好像价值判断歧视的意思，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看数字讲话，是对不对？那库克这边讲，我觉得非常奇特，因为原来 iPhone 不管在这种国际就 outsourcing 的就是说制造的过程当中，不会提到这么敏感的议题，所以我们95%在中国造，然后换而言之，最多也5%在印度造，就不会提到这种事情。那既然从库克嘴里提出来的话呢，就是他心里非常明白。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可能牵涉到销路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还真的有这么点问题在。所以说库克等于是间接的证实这个观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确实说明印度制造的 iPhone。只是不知道这个库克这一番话讲出去之后，印度有什么样的回应？非常不高兴进当然非常不高兴彬哥怎么看中澳以及中国大陆的经济的一个组合拳？其实我觉得中澳其实本来就根本没有什么理由要敌对，那现在这样其实反而是正常化的一个表现，因为这两个国家相距这么远，说真的也没有什么战略上的冲突，何必要搞得彼此你死我活，你进我这个我进你那个，根本毫无意义可言。我真的看不出来任何一点中国大陆想要侵略澳洲的意思，我也看不出来澳洲有什么必要去跟中国大陆打一场架。所以这两国本来就是应该好好做生意，大家互惠，不是挺好的吗？那过去因为 Morrison 的关系，就造成大家激动，因为他一直都跟着美国走。那我觉得阿班尼斯这样就是比较务实的路线他其实也没有说不跟着美国走，他还是跟着美国走只是在某一些地方可以放松，我们就尽量放松，至少让自己人先赚点钱嘛。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中澳这种发展方向应该是大家都乐于见到的，美国好像也没有什么道理去反对。那导致中国大陆现在一步一步的在管制这些战略资源，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回应嘛。因为他也不可能一直任人宰割，就是让你美国一直不断的制裁我都不做任何反击，他一定要做的。但这个制裁能够发挥多少效用？我老实讲石墨也不是中国大陆独有的东西因为外国要做也是做得出来，只是成本高低的问题。然后还有量的上面是不是能够一下之间追到这么大？所以这个在短期之内一定会对欧美产生一些困扰，但是我觉得这个困扰倒不是很久，而且我认为中国大陆也不是完全禁绝，它也就是
看情况嘛，看关系嘛，因为他是 case by case， 看你来申请的状况，你申请我觉得 OK 的，我还是可以给你过。我觉得他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筹码在运用而已啦。那至于 iPhone 15，我就直接坦白讲，我认为 iPhone 15会卖得不好，其实跟华为啊跟什么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跟他自己有关。因为说真的，我自己是从 iPhone 4一路用到现在。就是你15真的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吸睛的地方。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接下来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钱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3位来宾欢迎您。不过我们必须要来看看哦，我们现在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件，包括总统大选已经迫在眉睫了，蓝白合现在谈的到底是如何了呢？我们先来看看蓝白合有重大进展了吗？浅秋他说朱柯侯本周会同台开记者会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新讯息。他说有一个长辈跟他讲本周蓝白合会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他们3个人3大巨头会举行联合记者会，会宣布什么呢？立委席次最大化，还有联合政府的可能主张。不过我们去求证侯办了，侯友宜办公室说还没有听说相关的讯息，那我们就等等吧。据说礼拜三。来，我们再来看看包括马文君的事件包括最近呢，我们看到民进党铺天盖地在攻马文君，说他是卖国贼，说他阻挡潜舰的国造，而且涉嫌泄密然后呢，点名他的背景是战斗蓝所以很大胆最后多大这是赖清德的说法。我们来看看，现在赖清德有一点点画风批变，有人说他的作风跟以前不一样。他先点名马文君，骂他卖国骂他泄密，然后另外一只手指着柯文哲说，柯文哲都被乱供，他都乱说话他说之前柯文哲有提到几个细节，说赖清德拉他到小房间谈深澳电厂，他说你这个就是耍流氓嘛，你自编自导自演嘛。你说我登门拜访，你说我拉他到小房间，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不是不对的这是错的，这是编造出来的。赖办讲说柯文哲你要好好说清楚，不要耍流氓，提不出任何证明，反而自导自演自编，变成柯导了。可是我们看看现在有一些证据有一些这个新闻工作者把几年前的事情把它挖出来，原来我们来看看。当时2018年3月21号，其实的确赖清德那个时候是这个行政院院长嘛，他率内阁团员到台北市政府拜会柯文哲举办中央跟地方的业务交流座谈会，活动上至少有一个90分钟的活动是柯赖闭门座谈。这个是从哪里来的讯息？行政院的官网上的讯息由媒体人黄阳明爬梳出来的，还留有当天的新闻稿以及2个人的合照所以5年过去了，新闻稿都还在。当时的新闻稿上写着，简报完之后，赖清德跟柯文哲举行闭门座谈，不开放媒体旁听。那有可能是因为是会议室，不是小房间所以赖清德觉得很生气我们看到柯文哲这2天也是胆子大了，他说你不要逼我拿行程表对质你骂我耍流氓，我把行程表拿出来给你看那现在有更多的证据出来了，我们必须讲包括赖清德最近其实是2头烧，不要看他总统民调一路好像看起来是领先，现在也往下掉了，虽然还是第1名，可是在这个立法院的国会席次上他疲于奔命我们看到包括云豹小公主事件重击赖品妤，赖清德好几次亲征到这个新北市，他透露说这是我的本命区，有危急了呀我们看到9月11号 TVBS 针对这个选区新北市第12选区的民调，国民党推出廖先祥对上赖品妤，其实是廖先祥领先，而且领先蛮多的，有16%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现在加大力度来辅选赖品妤到底是为什么呢？是赖品妤状况非常不妙，还是有救呢？赖品妤到底属于哪一种呢？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 TVBS 的民调出来，近60%的民众不支持民进党，
2024完全执政，包括民进党的大本营在台南、在高雄，都有将近50%的民众不支持民进党完全执政。所谓完全执政，就是中央包括国会都过半这样子。所以蓝白合变成很多人的期盼，或者是说希望我们看看蓝白合现在要先底牌了吗？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浅秋讲的这2天会有突破性的发展，所以记者会会不会在礼拜3出现？那记者会上面柯侯朱会宣布什么呢？大家都要密切的来期待了，来这个注意了。到目前为止呢，一些政坛上面的这个巨头或者是意见领袖，对于蓝白合这个排列组合有各种说法。我们大白话整理在这里，也大白话告诉你，赵少康的说法是柯正、郭富柯郭配，然后侯友宜组阁。吴子嘉说，柯文哲在最后一刻会愿意当副手，也就是侯友宜当正的。柯文哲自己讲说，我当正，蓝营推副手。侯友宜坚持当正的吗？挺着胸膛倒下去这个是金溥聪过去的说法。朱立伦主席是说，集中火力拼国会，那立委一定要过半那对于总统这件事情，他比较少琢磨吗？韩国瑜当个尴尬的啦啦队。沈大老师说蓝白合合不了了。彭文正的说法是在野弃保票就是让他们自然弃保，民众自然弃保，他会流向柯。所以没有必要蓝白合，让他3卡都，让他4卡都，那在野的弃保票全部流到柯这里。来，我们问一下亮哥意见领袖的看法。弃保绝对输了，不可能弃保，是不是？不是啦，两个人都各自在护自己的盘，怎么可能弃保干净呢？对不对？不过就是说，讨论蓝白合，事实上没有人直接谈谁正谁负的啦，人家是在谈是什么程序嘛。所以现在重点是，就是民众党希望全民调嘛，那国民党怕他规划旁体嘛，所以国民党要求他要承诺，就是合作的国会多数党，那有阻隔权嘛。所以这2个原则，如果双方愿意就是这样来达成一个妥协啦，那这样就蓝白合了就全民调嘛，然后国会比较大的那个党有阻隔权嘛。那几乎我们就可以直接讲，国民党拥有阻隔权。那就是赵大哥说的这个没有啊，那个为什么副手是郭呢？副手不知道是谁。对啊，那个没有，而且你怎么知道民调柯会赢呢？就柯如果赢的状况下，对嘛？可是如果侯赢那国民党就全赢不是吗？这个立法院也是合作啊。而且我觉得侯友宜他不断的请韩国瑜来站台，一直到这个礼拜嘛，是要站凤山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加分的啦，会逐渐的显露出来啦。那韩粉只要回流个3到5%，你很难说侯友宜都不会赢呢。他民调有可能也会赢。还有民进党的，你认为他会投给谁呢？你也会仿到民进党啊。那民进党到时候有一些比较深绿的，搞不好就会有策略性的想法，那他就会投给侯友宜，有可能啊，民调有可能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反对这种直接把结果讲出来的啦，是因为人家通过的只是一个全民调作为唯一的程序，那至于谁会赢，很难讲啦，交给老天爷。本来就是啊，就是侯友宜如果赢了，那国民党就全赢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至少有一个效果啦。就是今天张思刚公开贴在他的脸书开放相互站台他们很期待这个啦。当然啦，这个区域立委，国民党的区域立委当然希望柯文哲去站台嘛。那柯文哲其实也很聪明，他说我愿意站台哦，他当然也考虑到他要抢民调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蓝白合应该像我这样的谈法。会比较有机会啦，你不要直接去断言说谁正谁负，哪有这回事啊？政治哪有人这样的？哪有说谁一定是正，谁一定是负？你怎么知道阁揆是谁啊？对不对？那你认为朱立伦都没有兴趣吗？对不对？朱立伦可能也蠢蠢欲动。是啊，所以我是觉得不要去讲。到时候名单是什么？没有啦，这个是我们整理出来的，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主张。你只能够说，如果合了，那国民党确实就拥有阻隔权了。是。那至于阁揆是谁，那国民党去决定嘛，对不对啊？
那大家就是努力把立委席次选好嘛。事实上，立委席次，我觉得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啦。哪一个理解？赖清德通常会站台，主帅如果不断去，通常是这个人就差一点点啦。所以赖品妤现在跟廖先祥可能差一点点。不是啦，他还有第二种，就是亲生的啦。哦，亲生的。因为赖品妤是新潮流的啊。哦，温刀诶啦。然后这高嘉瑜不是一样，赖清德也不断的去帮高嘉瑜站台啊。所以高嘉瑜也是亲生的。那是他最熟悉的立委之一啊。哦。郭国文那个已经牙膏五村啊，就算了嘛。就算了。哦，因为跟那一区民进党比较领先嘛。所以赖品妤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新潮流啊。就大姐。哎呦，拜托，那个他爸爸跟赖清德多熟啊！可是问题是他民调差很多呢。不，所以才要追嘛。那这个就是特殊站台啦。他事实上比较常去的站台，民进党事实上到了最后1个月都非常明显，都只占5%的啦。你说差距在5%内？对，就可以翻的啦。那这种选区其实有哦。是。不少去哦，你到时候就知道。所以他到时候会很忙碌。对，都是这样。好，我们看到民调近60%民众不支持民进党2024完全执政，这是来自于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来请教彬哥，这个基本上是合理，因为台湾过去都是每8年就换一次政党轮替嘛，这是很正常的嘛。所以民进党执政也7年多了，大家看到这几年的这些状况，也会想说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一下。而且我讲坦白的，民进党这几年的执政难道真的很好吗？所以对很多人来讲，说换其他的政党来试试看，也是 OK 的一个选择啊。那更何况，就算在他们自己的本命区，这几年高雄跟台南，民进党表现有很优异吗？登革热到现在都还没解决了，案例越来越多。只是我觉得非常奇特的就是，当台南突破15000例之后，现在新闻反而都不报，都没有报了。请问一下，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是这样，是算了，太多了，懒得报了，这样我就觉得蛮奇怪，还是有什么力量让他不要报？那所以。在赖清德的阵营里头，你不要看他一直领先，其实我觉得他开始急了。所以你看最近一些这个打卖国贼啊、什么抗中保台啊这些东西又出来了，甚至连黄崇彦都跑出来写文章，在那边骂马英九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值得观察的现象。但是我觉得他打马文君这个东西哦，我不认为他能打出什么名堂，而且他打的逻辑很奇怪，因为他是战斗蓝，难怪这么大胆。这是什么逻辑啊？我实在搞不懂这跟战斗蓝的关系是什么。其实你要去反过来想，如果马文君今天真的是卖国，你赖清德是现任副总统、执政党党主席哦，结果你对一个卖国贼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整个国家体制已经崩坏了。那马文君真的卖国吗？到底是谁在卖国？难道监督预算就是卖国吗？所以民进党的预算是不准人家监督的，就是了连看都不能看，所以就一定要全部通过才叫爱国。只要任何人对预算提出质疑，就是卖国吗？而且那是冻结啊。对啊，他根本也没有真的删掉，只要来报告就解。而且实际上啊，以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弱势，请问一下，他删得掉？他根本也删不掉。所以这是很明显，过去曾经删过前领预算的是罗致政，是民进党自己人呢。那赖清德很多都不讲，你怎么不讲罗致政卖国？他说罗致政合理监督，罗致政就是合理监督，马文君就是卖国，是这样吗？所以这个说不通的啦。然后现在一昧的要去打这个东西，我觉得反而反效果，因为你看马文君也没在怕你了，我就继续监督啊，该监督还是要监督啊，所以我觉得民众是会看在眼里头的啦。那我觉得柯文哲跟赖清德两个吵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笑，很幼稚。对啊，你说当初赖清德是行政院长，他为了深澳电厂去拜访，希望或争取柯文哲的支持，请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吗？他说不是小房间啦，你管他小房间大房间啦，就算你们两个蹲在板凳上讲，还不是都一样？差别在什么地方？你为你自己的政策去寻求支持，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呢？人家说他没有做1/3。对啊，他很生气。不是真正干嘛？我都不知道，完全没意义嘛。重点是，其实赖清德都不晓得他自己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怎么去解释，他一下要建深澳电厂，一下又说可以不用建了。你到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合理的答复嘛？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所以你的重点在这个，不是跟柯文哲争这个什么东西，谁早起谁坐1/3板凳，这种东西无聊到极点的东西去争着干嘛？完全没意义啊。那但是呢，这次几个选区真的民进党开始有危机感，赖品妤的选区就是一个。我今天刚好也碰到廖先祥。那当然，他在地方上也是稳定寻求支持。可是赖品妤这个选区已经被民进党归为10大危险选区之一了，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全力抢救。但是刚那个前子讲说，那
赖清德为什么要一直帮他？哎，你知不知道外面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赖品妤是赖清德女儿？哦，真的哦，你知道因为他们都姓赖。对啊，因为都姓赖啊，有这种传言呢。开你知道玩笑，真的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嘛，以为其实年纪也可以啊。对，也是可以，其实年纪也是可以啊跟赖清德差不多对啊，其实他跟他爸本来就差不多大，对啊，对所以你就跟他干女儿是差不多的意思啊，所以他帮他也是合理的。只是我觉得这一次赖清德个人的牌，我觉得反而不太容易凸显出光辉出来，因为如果就连台南本命区支持度都已经形成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觉得赖清德去帮人家站台未必是一种加分。是来请教我们苑老师。我这个对于国内的政治啊，当然跟前面2位比起来差得很远了。但是我要聊一聊这一场选举当中3个最尴尬的人啊，就觉得不晓得。当然，这一个是你们的韩国瑜很尴尬了啊，因为的话呢，他自己的话呢选过1次总统吧，然后现在也不晓得该怎么样替人家抬这个轿子啊。朱立伦很尴尬了啊，因为朱立伦的话呢搞成这样子，推出一个必须要蓝白合的对象，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如果说这个很行的话呢，那干嘛要强调蓝白合啊？然后第3个的话呢，侯友宜非常尴尬了，你看他无时无刻不尴尬，他原来长那个样子就是应该是硬汉形象，现在弄得很尴尬。你要知道，硬汉脸色从铁青变成猪肝，那差很远，你知道吗？啊，那这个差得很远，你自己看他那个表情，对不对？硬汉形象的话呢，我到今天都不能忘掉，他叫那个陈建信阿希拉。那种感觉，那种硬汉形象，就觉得说像以色列士兵一样。那现在的话呢，信心嘛，后做歹戏，这个不对嘛，这很不对，很尴尬。我这样点出来的话呢，这个形象上来讲是需要改变的了哈。另外的话呢，这个马文君我要加分的啊，因为马文君的话，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立委哈。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搞不清楚他是助理还是立委啊，后来才发觉哇，他居然抖出那个郭喜，那个郭喜的话，除了爱吃水饺以外的话，又是变成海军的顾问，又是卖烟草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离谱啊。像我本身来讲，等于是民意的测试版，为什么呢？因为我所有看到这种情况都是第一个反应，我觉得非常离谱，所以我听到马文君讲话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事有兴趣，发觉真是离谱到极点，你一定有鬼啦！说句良心话，而且那个潜舰不能下水，那一天到晚在那边开幕，跟那个隧道一样，就感觉上的话呢，问题就非常大。所以说我基本上会感觉到说，这个马文君的话呢，让我觉得说，哎。非常非常的激赏哈。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讲到说是台湾的政治当中啊，那个屁事密谈啊，本来是一个正常程序，重点就像刚刚这个韩明讲的，你要谈什么东西，深澳电厂那才是关键点，那是重点。结果你一讲到屁事密谈，任何事情你不期而遇的话呢，都有阴谋论。我觉得台湾政治真的是有点让人很失望的感觉，就是说所有的名词的意义都变成转弯了。那你为了国家大事，你应该谈一谈，你不屁事密谈，你还在大阳光底下，你根本搞不清楚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觉得台湾的政治整体来讲哈，我要说一句话，真的是没有任何理想可言了。真的是没有理想可言，所以说才会搞成这个样子。现在天下都大乱了，我们这边还在茶壶里面就要拼来拼去的，